最近经常看到一些朋友们在微信里转述一个观点，或者说是一个担忧：一旦失去了中共对中国的统治，中国会变成什么样？我查了一下源头，几乎来源于昆仑策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。失去了共产党，中国将会怎么样？那么有这种担心，或者说关心中国的未来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事。现在我们还可以在网站上查到公开的这种探讨，它传递了一个信息：一旦中共失去了对中国的统治，国防力量将被瓦解，中国将分崩离析。为什么内地的网站允许这样的文章持续的挂在网上？海外也有一些人在不停的探索着中国转变的可能，甚至想搞出一套理论来说服红二代开始转型。这说明了两点：第一，中国的变化，它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，各方都已经开始确认，中国极有可能进入战乱时代。第二，中共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，这只能说明他们想利用这种讨论来阻吓民众，以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国土分裂、人民离散来阻吓、拖延中国的变革。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些派别，曾经有过温和的主张，但是现在随着内地集权的加剧，中共内部只有一股声音是占上风的，他们想以一己之力回到自力更生的年代，他们不奢求任何人给他们帮助，虽然他们还在争取。那么他们希望用高压的方式钳制人民的舆论，引导民众的思想，创造出一种没有共产党中国不复存在，或者说至少会变为一个四流国家，国土甚至只有200-300万平方公里。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思考之余发表了自己的见解，绝大部分人分成两极，一面是要求和平转型的，要有一个建国文案，然后才开始行动。一帮人忙着自封总统，是吧？有一些是要求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当总统、当主席的，也有一些是要求事实独立、地方独立，甚至要求某一个省份、某一个城市自己建立一个国家。这种笑料背后都是有东西的。第一，中国有很多，譬如说沿海地区，或者说东北，历史上曾经与某一些国家发生过关联。第二，中国绝大多数省份是不挣钱的，他自己不能养活自己。那么富裕的省份，
他要把盈利转移支付给比较偏僻、穷困的省份，他们是不太愿意的。但是我们这种思考对中国的现实能有什么促进吗？几乎没有。革命从来都来得很突然，大清灭亡仅仅源于一次四川的保路运动。湖北调兵去镇压，留守湖北的新军发动了起义，甚至起义也很仓促，因为事先败露，领导人都已经开始出逃了。真正领导起义的只是连级的干部。那么今后我们能避免这种现象吗？不太现实。中国未来的转变一定是有两个前提：第一，中央的威权丧失。随着中美之间的对峙，中国创汇能力的缺失，中央掌握的资源将越来越少，他们对地方的管控将会逐渐失去。在这种基础下，一旦有某一个省份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，革命就必将蔓延到全国。因为地方政府梦想事实独立，偏僻的省份他们要自救，富裕的省份将不再把自己的财政盈余去救助穷困的省份。如果中央威权不在了，地方又出现了群体性事件，恶化之后，中国必然会产生一连串的变革。这种变革它不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，任何人的主下都不会影响到这次变革。现在从思想层面上来看，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。现在所谓的歌舞升平完全是一种虚幻。每一个阶层在经济下行、政治形态恶化的情况下都会有所醒悟，只是他们说与不说的问题。每个人都能真实地感受到什么叫通货膨胀，什么叫经济不景气。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必将要寻找别的出路。中国没有时间让政客们来草拟未来的建国大纲，我们也不要奢望中国未来的变化还能保存现有的版图。大一统的捍卫者最后得到的最多只是一个联邦。谢谢大家。